大家好，我是 Jason Mail。今天我要带你了解圣经的由来。一般认知中，圣经是由40多位作者在横跨1600年的不同时空当中，以当时的语言书写而成。后来保罗说了一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再把这些作者的思想来源全归给了神，这就是圣经的由来。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或留言。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本列车开往一本，沿途停靠超本正点贾森梅尔，祝您旅途愉快。在那个已知用火的年代，人类的储存装置除了笨重的石板或泥板外，便于书写与携带的沙草纸或羊皮纸，则成为当代较为普遍的随身碟。经历了数千年的战乱与改朝换代，圣经经卷原著早已损毁或遗失而不可考，经卷作者也多半是由前人口耳流传下来或推理猜想。然而李组长眉头一皱，发现案情并不单纯，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逻辑漏洞。例如一般认为摩西五经的作者就是摩西，然而五经当中的生命记却详实记录了摩西本人的死亡以及死后情景，这不科学，说明了摩西五经应该不完全是摩西所写。此外，圣经当中也有号称是同一位作者，但前后用词不一致，甚至想传达的理念不一致的情形。政客表示，躺着也中枪。也因此，圣经经卷原著内容以及真实作者到底是谁，仍旧有待商榷。既然圣经原著已不可考，那么现今的圣经到底是如何被记录、复制与流传下来的呢？古腾堡印刷术出现于15世纪，从此乡民才得以用低廉的成本取得书籍，而逐渐有阅读的需求，进而带动识字率的成长。然而在那之前那么长一段的时间，要复制书籍的唯一方式就是土法炼钢，一字一句的抄写。在识字率接近0的情况下，别说要写字了，连阅读都有困难。意大利。在缺乏专业记者的情况下，早期抄本之间经常出现差异之处。这些差异可能来自于抄写者看错、听错、拼错，或者热心加上一些文字补充说明，甚至蓄意更动内容，使文本符合抄写者本身的理解或立场。此外，古代文本有些问题，不使用标点符号，不区分大小写，以及字与字之间没有空白，导致同一段文字可能出现多种解读方式，使阅读更加困难。18世纪初，圣经学者 John Mill 整理了当时上百份新约抄本，发现其中的差异高达3万处左右，震撼了当时的基督教界。难道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是建立在如此不可靠且无法判别原文的经卷上吗？直到21世纪的今日，已建档的新约抄本约有5700份左右，抄本间的差异数更高达数十万的数量级，已经比新约本身的字数还要多了。但别急着玻璃心，我们从这些差异当中，还是能抓出一些有助于还原真相的规律。例如，不同地区出土的文本有着相似的差异，可以推论出这些差异来源于第一份传入那个区域的抄本。正所谓一步错，步步错。从这样的分析，配合语义以及用字遣词，我们就比较能还原早期文本可能的长相。即便如此，圣经中还是有许多差异是根据现有资讯无法下定论的。而某些较后期的圣经译本，例如新译本，就直接指出这些模糊地带供读者参考，把文本差异的困扰丢给读者自己去烦恼。有了大量文本，圣经要收录哪些经卷又是另一大难题。毕竟除了这些众所皆知的经卷，还有为数不少的经卷呐喊着选我选我，却被排除在圣经之外。就好比唐代至少有5万首唐诗收录在全唐诗里，但大家朗朗上口的唐诗300首却只收录了其中的311首，成为广大华人小朋友的童年梦魇。这样的人为收录当中是否会有遗珠之憾，或者是否会掺杂业配文或有问题的作品，就取决于收录者的一念之间了。在摩西的年代，完全没有圣经的概念，由神直接颁布的10诫法版就成为当代的宪法，而律法书，也就是摩西五经，或是犹太人称呼的妥拉，则成为当时的6法全书。直到西元前5世纪左右，逐渐有了民族史诗的概念，涵盖了亚伯拉罕到大卫的民族记忆。西元前3世纪，希腊帝国崛起，希腊文成为国际通用语言。当时世界最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邀请72名犹太学者，将犹太人的重要经卷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而成为传说
说中的74译本。74译本所收录的经卷虽然称不上官方正典，却是后来正典讨论所参考的重要依据。西元70年，耶路撒冷遭罗马人烧毁，犹太人为了巩固纯正信仰，于是在西元90年召开了 Jamnia 会议，确立了犹太教圣经，也就是通称的希伯来圣经。由于希伯来圣经是74译本的子集合，于是人们渐渐有了区分正典、次经、伪经的概念。每看到一部经卷，都忍不住要帮它 hashtag 一下。超强的有被收录圣经的叫正典，还行但有点犹豫的，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其实可以。我觉得很普通，对，我觉得很普通。我跟你说，唐昂，你先记，你先想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可能要比你更厉害的，或比你更糟的，所以我再给你机会，帮我记着哈。这种的叫次经，其余惨遭淘汰的都叫伪经。这时正逢主后世代，以基督为主题的新约书信、著作等经卷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假借使徒名义发表个人思想的举动更是防不胜防。直到4世纪末，希波和迦太基会议上，罗马教会正式拍版新约圣经27卷，一路由各大基督教派沿用至今。16世纪宗教改革，新教选择跟随希伯来圣经的脚步，收录了39卷经卷作为旧约圣经，再加上罗马教会的新约圣经而确立的新教圣经。天主教则于1546年的天特会议决议比新教再多纳入7卷旧约经卷，也就是共收录46经卷作为旧约圣经。东正教则在1672年定义了另一种版本的圣经，一个圣经各自表述，从此这个世界上就有了4种版本的正典圣经。有了抄本，有了正典，要打入国际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语言。在希腊帝国时代，顺应当时的国际语言希腊文，而出现了前面提到的74译本。在罗马帝国时代，拉丁文成为主流，许多参差不齐的拉丁文译本相继出现。为了解决译本不一致的问题，4世纪末，教宗委托学者耶罗米基于当时最好的希腊文抄本，修订出官方的5加大拉丁文译本，成为此后1000年间罗马教会唯一官方认可的圣经，重要性甚至超越翻译来源的希腊文本。古腾堡印刷术普及后，乡民们抢着大量出版圣经。荷兰人伊拉斯姆为了抢出版第一本希腊文印刷版圣经，只仰赖少量中世纪晚期品质欠佳的抄本，其中甚至少了启示录最后一页，反而从5加大拉丁文译本再翻译回希腊文，产生一些有问题的内容。这草率推出的第一本希腊文印刷版圣经于1516年完成印刷问世，很不幸的成为往后数百年的希腊文标准文本，也就是俗称的公认文本。而后续许多译本也参考了这本希腊文圣经，再翻译成其他语言，包含1611年出版的英王詹姆士钦定版圣经，也包含了华语基督教最为普遍使用的和合本圣经。至于较晚期出现的圣经译本，则大多较以往更为注意翻译的来源文本，尽量避开可能的误区。从以上的介绍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个人身旁的这本圣经是经过多少人的辛苦著作、抄写、收录以及翻译而来。我们应当对这些幕前幕后的无名英雄致以最高的 respect。然而在形成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经历了许多人为介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是人，就一定难免犯错，不论是单纯的无心之过，或是刻意修改以符合经手人的理解或立场。话若要讲透紧，目屎就飞袂离。当我们在反黑箱课纲的同时，也许需要以同样的精神关心一下这信仰的课纲，也就是圣经，在原著、抄写、正典化以及翻译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历史轨迹，如此我们才能更客观地还原圣经的原貌，进而理解这份基于圣经的信仰。